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乌鸦悬案。看完后，大家过年对走亲戚也许会有新的看法。故事有点长，但绝对值得一看。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案件有独特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说不定这桩悬案就被你破了。故事发生在法国东北部沃洛涅河谷的一个村庄，维尔曼家族和其他几个家族住于此地。村庄位置偏僻，农作条件一般，早期发展缓慢，信息闭塞，村民愚昧落后。直到1950年后资本家在当地大兴工厂，村民衣食住行才大为改变。主人公让玛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她是家里6个孩子最为出色的一个，工作非常卖命。让玛丽不但有让人羡慕的外表，还有比她小21岁、精致优雅的妻子克里斯汀，以及2人可爱的孩子格雷格里。1981年，让玛丽被提拔为厂里的管理人员。这个身份搭配让玛丽雷厉风行的特点，周围人都戏称她为大老板和首领。然而，越是光线十足的地方，黑影就越是随处可见。让玛丽结婚时，部分家族成员就背后议论，克里斯汀出身卑微，配不上高贵的蓝领工作人员让玛丽。听不惯闲言碎语的让玛丽一气之下搬到10公里外的河畔附近。新居落成当天，只通知少部分亲戚朋友，包括家中电话号码。可新居落成数天，让玛丽又接到乌鸦的骚扰电话。这里的乌鸦是当时法国电影给写匿名信的人的一种称呼。电话中，乌鸦用沙哑的嗓音恐吓让玛丽家人，甚至还打电话给殡仪馆、消防队和其他亲戚，谎报让玛丽去世消息。让玛丽既恼火又无奈。让玛丽觉得，如果自己之前因为升职被乌鸦妒忌，那倒无所谓，但搬到新家后，乌鸦却变本加厉，不但打电话到家里，还打电话到自己办公室，车轮被扎，家中窗户被打碎，越发频繁。一家人总是心惊胆战。每次电话响起时，连4岁的格雷格里都会说，那个坏人又打电话来了吗？万般无奈的让玛丽选择报警，但由于乌鸦故意改变嗓音以及当时侦查条件限制，所以警方无法查出乌鸦是何人。1983年3月5日，让玛丽收到乌鸦第一封恐吓信。4月27日和5月17日，乌鸦再次寄来恐吓信件。乌鸦对让玛丽家族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包括知道警方在电话里装了监听器。让玛丽认为乌鸦是家族内部的人，但就是无法确定身份。后来乌鸦致电在办公室的让玛丽，威胁他儿子。忍无可忍的让玛丽大声怒斥，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你就死定了。1984年5月下旬，乌鸦给让玛丽邮寄信件，称他再也不会骚扰让玛丽夫妇。果然从那以后，一切都好像恢复正常，让玛丽夫妇俩终于松了口气。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10月16日当天，让玛丽的妻子克里斯汀前往保姆家，一边收听电视节目。下午5点20分，她发现外面开始刮风，走到外面把儿子带进屋，可突然发现格里格里不知去向。房屋周围都很光，我杀了大老板的儿子，我的复仇已经完成。他妈妈已经在找他，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找到。傍晚5点50，克里斯汀打电话报警。6点50，警方开始在格雷格里住所附近搜索。晚上9点50，格雷格里尸体在距离让玛丽家7公里外的沃洛涅河下游被发现。当时格雷格里身穿蓝色夹克，脸部被羊毛帽刻意遮挡，手腕、脚踝和脖子被绳子捆绑，双手被交叉绑在身前。可奇怪的是，格雷格里面部表情非常平静。法医鉴定后发现，孩子身上没有明显淤青和伤口，绳子捆绑位置没有因挣扎造成的擦伤。第2天后的10月17日，让玛丽在办公室收到匿名信件，邮戳日期是16日下午5点50，刚好是克里斯汀打电话报警时间附近。信中内容为：老板，我希望你忧伤度过下半辈，你的钱买不回你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复仇，你这个可怜的混蛋。从1983年第一封恐吓信到1984年的第5封匿名信，凶手冒着巨大风险一直恐吓让玛丽，直到格雷格里遇害。由于案件涉及人物较多，情节繁杂，所以为了把案件说明白点，需要先明确几方面的关系。其一是让玛丽与家族的关系。前文我们已经提到，
让玛丽妻子克里斯汀被家族排挤，以及让玛丽工作的步步高升，也多少让部分家族成员眼红。让玛丽夫妇俩也尽力和家族保持距离。其二是让玛丽和周围同事关系，让玛丽工作上作风强硬，难免带来矛盾。最后是家族和村里其他居民的关系。由于村庄信息闭塞，人心不齐，使用过2毫升胰岛素注射器。荒山野岭的树丛怎么会出现这东西？结合证人口供，警方怀疑格雷格里生前被人注射胰岛素，造成深度昏迷后被投入河中。这就能解释为何格雷格里即使被捆绑也没有挣扎痕迹。但当时由于尸体浸泡原因，法医没有检查格雷格里是否有针孔，也没有做毒理化验，所以格雷格里被注射胰岛素无法准确确定。直接从格雷格里出发，警方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当时 DNA 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警方第二个嫌疑人是让玛丽的表哥伯纳德。作案动机有2方面，其一，伯纳德在工作、婚姻、家庭3个方面都不如让玛丽。有记者曾经报道，伯纳德曾扬言让玛丽失去宝贝儿子是罪有应得。案发后，让玛丽公开立下狠话，自己一定会亲手开枪打死谋害自己儿子的凶手。案发数天后，伯纳德和妻子搬到姨妈家居住，于是媒体记者就大肆渲染伯纳德的妒忌心理和作案嫌疑。其二，伯纳德在案发当天关键40分钟无法准确证明自己行踪。格雷格里是当天5点至5点20被绑架，伯纳德表示当天5点20回到姨妈家。回到姨妈家时刚好看到妻子妹妹米里耶勒，但米里耶勒的口供却和伯纳德口供有出入。米里耶勒表示自己5点坐校车回到家时就已经在家门口看到伯纳德，并且当天小车司机就是平常那位司机，但他同学否认他的说法。他们称当天下午米里耶勒放学后没坐校车，而是上了一辆绿色轿车，恰好伯纳德的车辆就是绿色的。同时当天校车刚好换了司机，所以米里耶勒第一份口供明显作假。隔天后，米里耶勒被警方再次传唤，米里耶勒第2份口供承认自己撒谎事实。他说当天走出校门时遇到开车的姐夫伯纳德，上车后发现伯纳德4岁儿子也在车上。姐夫开车到达村子外一个红顶白墙的房屋，带回一个小男孩，然后开车去了河边消防站附近。从消防站回来后，车上就只有姐夫自己。说到这里，警方觉得有点奇怪，米里耶勒是否还在撒谎？按照米里耶勒第2份口供，伯纳德在时间线和地点线的确符合格雷格里遇害情节。当地警方排查一圈后，仍没实质性进展，他们压力徒增。偏偏这时，当地的猪队友朗拜特法官又来了个神助攻。11月5日，朗拜特将米里耶勒作证一事泄露给媒体，导致米里耶勒在第3次作证时再次改变口供。有一点需要指出，米里耶勒的第2份口供是将姐夫伯纳德推向谋害格雷格里的嫌疑，相当于把自家人往火坑里推。如此一来，他回到家肯定会被家人针对，所以2天后，米里耶勒家人召集记者，表示伯纳德是无辜的。同时，米里耶勒改变口供，说自己当晚坐学校大巴回家，从来就没有见过格雷格里，之前的口供是被警察威胁才说的。从此之后，米里耶勒就坚持这个版本的口供。如此一来，伯纳德拥有不在场证明，于1985年2月4日被无罪释放。获悉此事后的让玛丽认为伯纳德就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警方没有对伯纳德进行审讯，就直接释放他。更令人恼火的是，警方居然开始怀疑自己妻子。3月29日，让玛丽从儿子坟墓回来后，拿着散弹枪直接前往伯纳德家中。伯纳德急忙解释，但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让玛丽一枪打死伯纳德，随后到警局自首。事情传开后，越来越多记者涌进村里，他们踏遍每一个角落，试图用话筒对着村里每一个人，恨不得下一篇报文作者就是自己。大量天花乱坠的报道引起的误会让案件更加错综复杂。可伯纳德的墓碑上却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伯纳德·罗拉生安息于此，他是盲目仇恨的无辜牺牲品。第3个被警方怀疑的人是让玛丽的二哥米歇尔，作案动机也是妒忌心理。案发前2天，让玛丽夫妇邀请米歇尔夫妇到家中做客，邻居反映这是他们第1次宴请。宴会上，让玛丽向米歇尔隆重介绍了家中的豪华。性格懒散、处于温饱线的米歇尔在沙发上尴尬感叹：只有老板才能买得起这个。所以会不会是米歇尔妒忌让玛丽而心生杀机呢？
也不是没可能，但警方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后来米歇尔在2010年去世，2017年警方重启调查后，米歇尔妻子被带走调查。随着事情发酵，法国当局决定派遣国家警察进入村庄。国家警察负责人克拉兹认为是克里斯汀杀害自己儿子。克拉兹对媒体公开说，自己第一次看到克里斯汀就觉得他有嫌疑，认为他的打扮不像是刚刚失去儿子的母亲。让人无语的是，格雷格里祖父家中详细记录乌鸦通话情况的笔记本被国家警察意外弄丢。审讯过程中，克拉兹质问克里斯汀是否存在婚外情，还试图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出轨证据。克里斯汀冷冷回应：“我爱我的儿子，失去他，我一无所有。”克里斯汀表示，当天下午自己在5点之前就离开工厂，开车前往保姆家接儿子。5点左右回到家，5点20发现儿子失踪，5点50向警方报案。伯纳德律师为了把嫌疑推向克里斯汀，找到克里斯汀工厂同事。同事表示，克里斯汀当天从工厂出去后，轿车没有朝保姆家方向开。起初他们描述口吻是不确定，但后来一口咬定，直到克里斯汀用支票日期证明清白。到了3月下旬，笔迹专家认为其中2封匿名信件有80%的概率出自克里斯汀。当时怀孕数月的克里斯汀处理权全权委托律师。克里斯汀一边照顾2个新的孩子，一边兼职出版社工作，还把自己写书的收入捐给伯纳德遗孀。丈夫则从事房地产工作，但2人对真相的追寻从未停止过。在案发15年的2000年 ，DNA 技术被开始广泛应用于案件侦查。检察官提出，化验匿名信件中邮票的 DNA， 也就是格雷格里爷爷收到的那封恐吓信，让玛丽家人希望通过乌鸦贴邮票时留下自己口水。然而鉴定专家发现样本过少，无法进行鉴定。2008年，让玛丽夫妇提出请求使用新一代 DNA 技术鉴定另外一封信件。这次专家成功提取到 DNA， 发现是一男一女，但放入当地150人 DNA 数据库中对比后没有任何发现。专家怀疑是因为样本被污染导致。此后2010年和2013年，当局再次尝试从证物入手，试图寻找凶手痕迹，但都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案件证物已经污染严重，年代久远，通过现代刑侦技术找出凶手可能性几乎为零。然而33年后的2017年，法国警方突然传唤威尔曼家族的4名成员，分别是当年做了3份不同口供的米里耶勒、伯纳德的遗孀热内特，以及格雷格里的舅爷爷马塞尔和他的妻子杰奎琳。案件之所以再次被提起，是因为莫里斯·西蒙的日记被他儿子发现。莫里斯究竟是何人？居然能够让再次激起沉浮33年的悬案。原来他是当年调查此案的法官之一，在2年的走访调查后，他汇总了近2万页的报告，这足以看出莫里斯的严谨。在日记结尾，莫里斯认为嫌疑人不止一个，作案凶手具有3角关系，作案思路主要是刺探、绑架、藏匿3步。具体作案过程如下：第1步，案发前2天，米歇尔夫妇前往让玛丽家中做客，负责刺探内部结构和周围地形。第2步，伯纳德和米里耶勒监视让玛丽住所，寻找绑架格雷格里机会。在克里斯汀进屋后，2人拐走格雷格里，然后在孩子身上注射胰岛素，随后开车前往村里，邮寄米里耶勒写的乌鸦匿名信。接着在格雷格里到河边消防站交给负责接应的马塞尔，顺便把针筒丢弃在树丛里。到了第3步，本负责藏匿的马塞尔和杰奎琳发现孩子已经去世，为摆脱责任，2人将格雷格里抛尸河中。从2016年莫里斯儿子发现自己去世父亲的调查日记，到警方在2017年重启调查，警方花费近1年时间审视莫里斯2万多页的调查资料。对于莫里斯的报告，警方总体上是给予肯定态度，但警方也有个疑问：如果事实果真如莫里斯法官所想，那就有2个常见犯罪学问题必须得到解答。第一，作案嫌疑人年龄横跨3代人，人数多达7个人，是谁带的头？或者说最终是谁统一了意见？第2个疑问，这7人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杀害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吗？或者说他们原本计划是制作恶作剧，然后不小心变成谋杀剧？警方会做出以上发问是有事实根据支撑的。案发当天，格雷格里是在5点半左右失踪，然后晚上10点左右在河中被发现，前后历经4个多小时。
如果格雷格里这4个小时都在河流中，那被发现时衣服就不可能如此干净整洁。而且当天晚上7点时，警方就开始搜索，凶手更不太可能在警方搜索时抛尸。顺着这种思路，有人提出2种假说：其一是恶作剧意外说，格雷格里的死亡很可能是一场意外的恶作剧，格雷格里被劫走后，很可能先被凶手藏匿一段时间，然后才抛尸。这段时间内，格雷格里因为被注射胰岛素导致休克，凶手缺乏医学常识，没能及时发现，最终导致孩子去世。其二则是谋杀案分歧说，到了案发当天下午5点半，也就是克里斯汀发现孩子失踪后10分钟后，米歇尔自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格雷格里被扔到河中，这个电话是否存在至今未被证实。有人就怀疑这是良心发现的米歇尔假借匿名电话向让玛丽夫妇通风报信。可让米歇尔意外的是，同伙拖延数小时才抛尸，如此一来，案件时间矛盾点就能被解释。2017年，警方以绑架和强制囚禁导致死亡的罪名起诉4人，但审讯时，嫌疑人或保持沉默，或一口否认，而警方掌握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无奈之下，法庭只能宣判无罪，至此案件调查再次沉入海底。在探讨凶手是谁之前，先解答前文关于朗拜特法官的问题。1986年4月，由于朗拜特职业操守问题被当局撤职，此后他撰写书籍《小法官》，描述克里斯汀对男性的吸引力。2017年6月，案件重启调查后，朗拜特被开始追究责任。1个月后，他用塑料袋在家中自杀。可遗书中，朗拜特仍坚持认为凶手是克里斯汀。当年撰写凶手是克里斯汀的媒体至今没有道歉。说到这里，本案至关重要的2个问题来了：第一，电话中的乌鸦到底是谁？第二，到底谁杀害了格雷格里？我们先说乌鸦的身份。莫里斯法官调查资料中包含一份电话费账单，案发前1年和案发当年，电话费大幅升高的家庭除了让玛丽一家外，还包括威尔曼家族其他几个家庭。根据资料，当时让玛丽大多数亲戚收入都处于温饱线，电话费用较高。让玛丽1天之内曾接到20-30个乌鸦电话，所以莫里斯怀疑乌鸦不止1人。随后的乌鸦电话大多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效仿第一个乌鸦电话。至于第一个乌鸦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但我认为应该是让玛丽父辈这一代的人，理由有以下2个。其一，在格雷格里遇害前5年的1979年，让玛丽的父亲就已经收到乌鸦的恐吓电话。其二，在案发当年，让玛丽父亲阿尔伯特收到一封信件，写信人称不会再骚扰他儿子儿媳妇2人。按照正常人思维，要想威胁一个人，一般会对他重视的事物下手。第一个乌鸦是直接和让玛丽父亲有联系，这恰恰说明第一个乌鸦大概率和让玛丽父亲有直接矛盾。公开资料中跟阿尔伯特有矛盾是格雷格里的舅爷爷马塞尔，那马塞尔真的是第一个乌鸦吗？我们不得而知。但莫里斯发现存在几个周边证据将嫌疑指向马塞尔，例如马塞尔的女儿曾目睹父亲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让玛丽父亲的房子，马塞尔喉咙做过手术，声音与乌鸦沙哑嗓音相像。最后一点，1982年马塞尔和让玛丽发生冲突时曾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和一个首领握手。此后一封匿名信件中出现首领一词，国外悬案论坛的讨论也偏向于马塞尔嫌疑重大的观点。继续按照第一个乌鸦是格雷格里舅爷爷马塞尔的假设，我们再判断莫里斯观点中其他嫌疑人的可能性。最显眼的就是伯纳德。伯纳德和马塞尔虽然相差1个辈分，但2人年纪仅仅相差10岁，而且关系非常好，存在共同作案可能。延伸到当时只有15岁的米里耶勒，有观众肯定会认为一个15岁的女孩子加入到谋杀4岁孩子的计划中可能性太低了。但莫里斯调查后发现，村里几大家族中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的只有米里耶勒的母亲。伯纳德将米里耶勒拉下水一起作案的原因很简单，让米里耶勒向格雷格里注射胰岛素。实际上，米里耶勒口供的变化就是证明伯纳德重大嫌疑的最好间接证据。米里耶勒第一份口供是当天坐校车回到家后遇到姐夫伯纳德，第2份口供是当时按乘坐姐夫轿车回家，还经过让玛丽住所和消防站，第3份口供是坚持坐校车回家，姐夫是无辜的。我觉得米里耶勒第3份口供大概率是被家人威胁后的陈述。我看了当时记者采访米里耶勒做出第3份口供时的录像带，镜头中的米里耶勒
一直强调自己姐夫是无辜的。犯罪心理学指出，如果一个人在描述某件事的措辞前后多次相同，那这个人大概率是在撒谎或者事先排练过。因为按照正常人习惯，前后描述同一件事物的言语会有所出入，而不是完全相同。只有撒谎的人才一直重复同样的句子，所以伯纳德难逃嫌疑。但可惜的是，从1985年案发到2021年，36年来一直没有人站出来为格雷格里的死负责。更让人心寒的是，一个如此可爱的4岁孩子，成了大人妒忌仇恨的无辜牺牲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讲2个美女遇害的案件。头发少的观众们大可放心，本期案件脉络相对简单，但情节绝对精彩。1975年10月6日，在美国新泽西伯根郡街道上，强纳森·海恩斯照常下班回到家，却没看到照常的一幕。他刚结婚4个月，在这段时间，新婚妻子苏珊·海恩斯通常会在大门口等待自己。强纳森寻遍屋里，大声呼喊，可都没有太太的踪影。屋内的过分宁静让强纳森开始不安。他查看车库中妻子的汽车，车辆前座还摆放着妻子打算今天邮寄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妻子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这么重要的事情，妻子不可能会忘记。强纳森突然想起，妻子总会把现金和信用卡与护照放在一起，于是强纳森开始寻找妻子的皮包，但发现皮包不见了。强纳森又查了妻子的护士排班表，发现妻子休假。按照妻子严谨作风，出门一定会留字条，可这次没有。接到报警后，警方询问强纳森周围住户，最后看到海恩斯的是隔壁的老妇人。当天下午3点半，两人闲聊几分钟后，海恩斯就彻底失联了。出于职业直觉，警方开始怀疑强纳森。强纳森承认自己当天早上和妻子发生口角，但自己根本没有想要谋害妻子的打算。强纳森表示，妻子想回英格兰老家，但自己想留在美国，所以会不会是妻子一气之下回英国呢？可警方排查新泽西州交通点后，依然一无所获。警方怀疑方向转为绑架案，又或者是谋杀案。在海恩斯消失8天之后，距离海恩斯住所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也发生了女性失踪案。失踪女性名字为苏珊·李维。在10月14日，李维在下午4点40下班离开办公室，如往常一样坐公交回家。1个小时后，有目击者看到李维在安德森大道和乡野路口下车。李维与家人住在这个富裕的郊区，从住所出发只需10分钟就能到达公交站。可当天李维一直没回家。当地一个工程师表示，自己在李维失踪当天看到他站在一辆红色汽车旁边。另外一个目击者则表示，在当天6点钟是看到一辆红色轿车停在安德森大道，感觉当时这辆车有点怪。2个失踪女子都叫苏珊，2人失踪地点相距几公里左右，时间跨度只有数天，在当地引起民众极大关注，媒体不断报道这2人的新闻，就连《纽约时报》也刊登他们的照片，2人被称为苦情姐妹花。从照片看，2人的确长得相像，但这2起案件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13天后，警方彻底改变看法。在10月27日，有人在洛克兰郡古舍镇附近树丛中发现一具严重腐烂的年轻女子尸体。法医走进遍布蔓藤和荆棘的林间小径，发现尸体是俯卧的白人女性。深夜中，手电筒灯光在裸露肌肤上射出诡异的反光，不经意的人看到此景，就好像跟死神偶遇般恐怖。法医发现，死者头部和颈部已经腐烂，下半身则被野兽啃食。现场没有死者的衣物，唯独除了一样东西——丝袜。湿漉漉的丝袜紧紧缠绕在死者颈部的第4和第5颈椎处，另一端则绑着一根粗木棍，明显就是凶手绞死受害者的施力工具。这种杀人方式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地牢。
行刑者会将绞索套在犯人的颈部，每过10秒就用棍子转紧一圈，直到审讯官满意犯人的供词为止。进一步检测后，法医发现凶手可能是一名男性，至于作案动机，应该是性犯罪。接着，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警方又发现了李维的尸体。李维尸体呈现仰卧姿势，双腿敞开，脖子上缠绕着丝袜，也用了一根木棍当作绞刑棒。海恩斯是在10月6日被发现失踪，李维是在10月14日被发现失踪。既然是同一个凶手，那凶手是什么时候杀害两人呢？这就得从两人身上的尸斑入手，就是指血液在重力作用下坠积在皮肤上，坠积处从深粉红到紫色的颜色变化。遇害者身体的尸斑会在身体哪里出现，主要由2个条件决定。第一是被害者死亡时的身体姿势，第二是被害者保持这个姿势多长时间。小渊用自己打个比方，假如我遭遇刺杀，脸部朝下躺在地上，那我身上的血液就会立刻流到我的腹部、脸部和双腿前部，而累积在这些部位的血液会使皮肤变为红紫色。这种颜色会在受害者去世后1-2个小时内开始形成，5个小时后最为明显。到了6个小时后，凝固的血液就不再流动，尸斑的位置就不再发生改变。但如果在去世后5到6个小时内有人移动，则尸斑位置会发生改变，直到6个小时后，无论如何移动身体，尸斑位置都不会改变。看似这么简单的一个现象，在犯罪侦查中却屡破大案。随后警方很快确定死者遇害日期，那凶手是同一人吗？仅凭借死者身上的丝袜和绞刑棍很难让人信服。细心的法医发现，李维的身体身上有许多尖长的黄色垂柳叶插入胸部和腹部，但李维尸体发现的地方方圆数百英尺都没有柳树。发现李维的公园巡逻员对事发地了如指掌，他们也表示公园里没有柳树，但两人身上都有柳叶，这很可能是凶手故意转移尸体，伪造案发现场不在同一地方的假象。再结合2具尸体颈部的舌骨都出现断裂现象，法医断定凶手是同一人。可凶手是谁呢？警方试图通过 DNA 技术寻找，但由于尸体腐烂严重，被迫放弃。刚看见曙光的调查再次陷入僵局。直到后来，调查该案的警员无意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电话。在李维和海恩斯遇害前2个星期，有个女子打电话给伯根郡一位检察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某天晚上，她和一个名叫罗伯特·瑞登的男子在公寓狂欢。后来2人开始拥抱爱抚，正当他沉浸其中时，瑞登突然勒住他脖子，拇指紧压他喉咙，丝毫不理会女子的挣扎叫喊。楼下酒馆客人发现后冲上楼梯，瑞登才逃跑。这名检察官告诉警方，自己之所以没有在意这件事，是因为那个女子是个经常说谎的酒鬼。在李维和海恩斯遇害后，检察官才将此联系起来。查阅瑞登案底后，检察官大吃一惊。罗伯特·瑞登曾在1965年因强暴女性被迫入狱，狱中参加自我改造计划后被释放，甚至被电视节目《火线》邀请担任嘉宾，讲述自己如何根除侵犯女性的邪恶欲望。然而就在3个月后，瑞登又因为性侵害女子被判入狱，此后在李维和海恩斯遇害前几个月再度出狱。不但如此，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出生富裕家族的瑞登本来可以继承 IBM 计算机公司创始人遗孀的丰厚财产，却在童年开始就开始犯下各种案件，但始终能凭借家族影响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次依然不例外。警方本想羁押瑞登，但瑞登凭借50万美元的保释金再次光明正大摆脱警方束缚。要想抓住猖狂的瑞登，警方就得拿出实质性证据。当时纽约的许多百货公司不仅对外出售珠宝，同时也收购居民的珠宝。在10月20日，伯根郡检察官办公室接到梅西百货公司员工电话，
对方称有个名字叫罗伯特·瑞登的男子向店里转卖珠宝，和新闻上刊登的杀害2名女子的男子名字相同。警方核查后发现，瑞登出售的珠宝分别是一枚白金婚戒，镶有1颗大钻石和5颗小钻的订婚戒，欧米茄纯金女表和纯金项链，这和海恩斯母亲首饰报失资料完全相同。瑞登被警方约谈后，在10月22日又前往百货公司将首饰全部赎回，这明显就是做贼心虚。正是凭借这条直接证据，1979年检方分别以1级谋杀罪和2级谋杀罪起诉瑞登。审判开始，检方就亮出杀手锏证据：瑞登姑母轿车上发现的海恩斯的血迹和毛发，车库地点恰恰在李维斯失踪地点数英里外。结合目击证人证词，警方希望一招制敌，可没想到由于技术性问题，第一次审判陪审团没有达成共识而宣告无效。3年后的1982年2月，陪审团一致同意瑞登2项罪名成立。可没想到在审判时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意外，甚至有人在瑞登身上看到了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的影子。2审时，瑞登每次出席法庭都会有1名法警陪同，独自坐在被告席位上。可就在那天，坐在凳子上的瑞登突然转身向法警双眼喷催泪瓦斯，接着从3楼法庭破窗而出，接着被一辆停在楼下街道的不明车辆接走。1个小时后，该案出席作证的法医收到警方提示，称瑞登在逃跑前宣称在洛克兰郡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大概率是指证瑞登犯罪的法医。但万幸的是，逃跑后的瑞登很快被捕入狱。可意外到了这里还没结束，在1986年，在审判开始前的最后1分钟，瑞登请求法官自己更换律师，但被拒绝。于是瑞登宣布自己为自己辩护，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检方心里已暗自窃喜，因为按照以往经验，凡是想亲自为自己辩护的人，大多都是出于冲动的法盲。可瑞登一开口，辩方律师彻底傻了眼。这家伙不仅很熟悉法庭的一切，而且还非常精通新泽西州的刑法，就如同当年高智商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为自己辩护那样。尽管瑞登在法庭上的辩护非常出色，但最后仍被判无期徒刑和30年有期徒刑。入狱后的瑞登受不了狱友百般骚扰，没过多久就被送往特伦顿镇的新泽西州精神病院，但很快又再次逃脱被捕。如今瑞登似乎已经放弃所有逃脱念头，努力在文学报刊和网站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说实话，如果瑞登没有杀害海恩斯和李维，那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继承来自亲戚的890万美元的遗产，用这笔钱度过余生是毫无压力的。可偏偏从小作恶的瑞登没有被及时拨正，以至于后来误入歧途。后来这笔钱被判给李维父母，而李维父母又将这笔钱捐给女儿所在的大学，被用于奖学金项目。至于瑞登，他仍然在痴迷自己的文学。至于他将来会不会凭借文学成就被保释出狱，出狱之后会不会再次犯罪，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一桩争议非常大的悬案。还是那句话，看完后大家可以将想法分享在评论区，说不定这桩悬案就被你破了。故事的主人公是詹妮弗·杰克逊以及他18岁的女儿诺拉。2005年6月5日凌晨5点多，美国田纳西州警局接到诺拉的电话求救，电话中的她歇斯底里，哭喊母亲血流不止，马上需要救护车。这是当时的录音。We have help on the way. We're going to help your mother. Help me right now. Ma'am, I need you to calm down so we can help her, okay? 医护人员赶到时，詹妮弗赤裸倒在床角地板上，全身被刺伤，伤口多达51处，家中一片狼藉。警方第一反应是入室抢劫案，
劫匪还残忍杀害房屋主人。但仔细调查后，警方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诺拉家中贵重物品都在，母女2人也没有被侵犯，母女俩跟其他人没有深仇大恨，报复劫财劫色都不是，那为何詹妮弗受伤如此严重呢？先简单介绍母女2人。事发时，39岁的詹妮弗是个事业有成的证券交易员，喜欢购物，信仰基督教，为人随和，容易相处，是个单亲母亲。第一任丈夫是纳吉姆，2人生下诺拉后，因为夫妻矛盾，没过多久就离婚了。几经较量，詹妮弗获得诺拉的抚养权。此后，詹妮弗又搬到阿肯色州和农场主杰米结婚，但第2任丈夫杰米背着詹妮弗鬼混和赌博。没过多久，詹妮弗又离婚了。杰米甚至还用枪指着詹妮弗的离婚律师。对于遭遇2次失败婚姻的詹妮弗，女儿诺拉就是人生动力。她尽一切可能满足女儿，但由于缺少健康的成长环境，诺拉就是个无心学习的女孩，总喜欢参加各种派对，甚至抽大麻，经常夜不归家。看到一无是处的女儿，母亲詹妮弗非常着急。詹妮弗虽然在童年时也经历父母离婚打击，但从小就非常聪明独立，几年大学所有费用都靠自己打工支付。可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孩子怎么就差这么远呢？为此，詹妮弗给诺拉定下各种规矩，例如晚上12点前必须回家，学校课程必须准时参加。可桀骜不驯的诺拉就是一头野马，10头牛都拉不回，邻居总能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根据诺拉口供，案发当晚细节是这样的：那天刚好是当地的意大利节，诺拉参加完朋友派对后，凌晨5点才回家。到家后，诺拉发现车库和厨房之间的那扇门第2块玻璃被打碎，诺拉以为母亲又忘记带钥匙了。然而进门后，她发现卫生间的灯亮着，但里面没有人，母亲卧室门也没关。走近一看，居然发现全身是血的母亲躺在床角地板上。惊慌失措的诺拉冲到对面，狂拍邻居大门。邻居带着枪跟诺拉一起回到家中，然后就有了我们上文那一幕。到了这里，警方纳闷，到底是谁会如此狠毒，居然暴刺詹妮弗51刀。同样让警方苦恼的，还有詹妮弗第1任丈夫的离奇死亡。詹妮弗出事前1年的1月26日，一个刻意掩盖容貌特征的男子走进纳吉姆家便利店，把纳吉姆引到监控盲区，一枪了结了纳吉姆的性命。男子还在办公室抽屉里翻找东西，并取走摄像机录像带，最后一刻才匆匆拿走抽屉钱财。这让警方觉得不像是劫财，似乎在寻找什么。纳吉姆朋友则认为，纳吉姆可能利用自己的豪车租赁公司敲诈客户，被客户报复，或者说纳吉姆卷入了毒贩、脱衣舞郎和警察的纷争。但警方一直调查无果，所以杀害詹妮弗的凶手会不会就是前1年杀害纳吉姆的凶手呢？案发前1周，诺拉母女2人开车外出度假，途中因为诺拉吸毒，2人大吵一架。诺拉还把房子借给朋友开派对，被邻居投诉。被激怒的詹妮弗扬言要把诺拉送去军队。根据詹妮弗弟弟口供，在詹妮弗告诉诺拉被设为保险受益人后，诺拉对詹妮弗态度明显好转。回到家后，诺拉在母亲面前赶走男友佩里，佩里提出分手。悔恨的诺拉把责任归咎于母亲。对于詹妮弗，案发当晚11点半就回到家，然后致电诺拉催她回家。第1通电话持续5分钟，但第2通电话不到1分钟就挂断。调查1个月后，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于是就改变调查方向，将陌生人作案设想改为熟人作案。案发当晚半夜12点20，詹妮弗被证实与女儿诺拉通话，也就是说，詹妮弗是在12点20到凌晨5点遇害。这期间谁曾与詹妮弗接触呢？首先是詹妮弗的时任男友马克，但马克被证实当晚确实不在案发现场，并且马克一直很配合警方调查，马克嫌疑被排除。再看看诺拉的嫌疑，我将诺拉嫌疑分成3部分讲述，分别是调查证据、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综合各方证词，当天诺拉行踪大致如下：从当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诺拉辗转各地参加各种朋友派对。晚上1点，诺拉用家中座机电话致电朋友克拉克，但响了5秒钟后，诺拉就挂断电话，然后用手机发信息给男友佩里请求复合。然后晚上4点左右，诺拉走进药店用现金购买急救药品，但从1点到4点这3个小时，没人知道诺拉在哪里，在干什么。晚上4点20，诺拉用信用卡给车加油。晚上4点40分，诺拉开车到一个朋友家，短暂交谈后驾车离开。晚上5点，也就是凌晨5点，
邻居被求助的诺拉吵醒。诺拉本人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凌晨1点到4点无法确认自己行踪。诺拉称自己开车闲逛，但没人能证实。这个时间段恰好是詹妮弗遇害时间段。第二，诺拉为何要用现金购买急救药品，而且买药时全身衣服和鞋子都换了？第三，诺拉2个姨妈作证，詹妮弗去世当天，他们本想安慰诺拉，可诺拉表现得很不耐烦，这和诺拉报警时的状态完全相反。诺拉丝毫没把去世的母亲放在心上。第四，诺拉手背存在伤口，但诺拉却一直隐瞒伤口形成，对5个人说了5个版本。第五，根据医护人员口供，案发时诺拉有意遮挡母亲头部，似乎非常不愿意与死去的母亲对视，此举是出于孝心还是惭愧不得而知。至于作案动机，诺拉心称父亲去世后留下一笔不菲遗产，但暂时由母亲詹妮弗管理。邻居证实诺拉一直向母亲索要钱财，詹妮弗还曾告诉诺拉，如果自己发生意外，诺拉将获得15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所以诺拉会不会是因为钱财残忍杀害自己母亲呢？但辩方律师指出，以上数点都从情理角度出发，靠他们判断诺拉就是凶手未免太草率。检方指出，案发现场詹妮弗床上根本没有发现诺拉的 DNA 等痕迹，只有2个陌生的 DNA 和詹妮弗 DNA， 以及地上的一个避孕套包装，但不是母女2人使用的牌子。另外，詹妮弗被暴刺51刀，说明凶手情绪非常激动，所以凶手和詹妮弗大概率有搏斗痕迹，但法医没有检测到。可是检方又反驳，恰恰因为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更能说明诺拉作案的可能，因为詹妮弗根本不会想到女儿会杀害自己。检方还指出，按照正常人思维习惯，打碎的玻璃应该是门上最上方的玻璃，因为透过最上方的玻璃可以明显看出有一把锁头，所以只要敲开这块玻璃就能闯入客厅。可案发现场只有中间那块玻璃被打碎，为何这个人要这样做呢？因为中间那块玻璃后面有个暗锁，只要打开暗锁就可闯入客厅。知道暗锁的人肯定是熟人，例如诺拉，所以诺拉就是凶手。辩方继续反驳，假如凶手真的是诺拉，那为何诺拉身上没有一点血迹？房间内枕套、被单等其他物品都没有诺拉的 DNA 等痕迹信息，房子和周边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检测出血迹的衣物和凶器。与此同时，辩方将嫌疑直接推向当年杀害诺拉父亲的凶手。因此，这起案件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和争论。有些人听完诺拉报警的录音和出庭的表现后认为，这样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是杀害母亲的凶手？警方更应该调查詹妮弗床上那2个不明身份的 DNA。但也有人认为诺拉一直在演戏，试想如果她真的是清白，为何在受审前宁愿被关在监狱3年，也不肯说出自己当晚3个小时的行踪？最终，陪审多数成员支持检方，诺拉2级谋杀罪罪名成立，判处20年监禁。Those words, according to Corder, violated Nora's constitutional right not to testify. It was a rhetorical question. 然而在2014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重审案件后释放了诺拉。难道说警方找到真正的凶手了吗？并非如此。我们先倒回去看看。要想判定诺拉是凶手，关键点是证实那天晚1点到凌晨5点，诺拉出现在家中，这样才有行凶机会。证明这一点的人就是诺拉的男性朋友安德鲁。安德鲁第一份口供是这样的，他说当天凌晨5点左右，自己和诺拉互发大量信息，诺拉还让自己到他家门口找他。安德鲁还自称是诺拉的炮友，但那天安德鲁觉得非常奇怪，这天还没亮透就找自己，又不是啥急事，他觉得很奇怪，就没有答应诺拉。安德鲁这份证词就侧面证明诺拉当时的确在家。结合诺拉不愿意透露自己行踪，人们很难相信诺拉不是凶手。可后来安德鲁又写信给警方，告诉警方自己之前的证词都是错的。他说实际上那天自己服用了迷药，根本没有和诺拉互通信息。可警方调查发现，安德鲁第2份口供是错的。说白了，就是第一次安德鲁让大家都觉得诺拉是凶手，但第2次不能保证诺拉就是凶手。虽然安德鲁第2次被证实是在撒谎，但警方没有将信件向法庭公开，所以安德鲁的第1份口供失去公信力。辩方牢牢抓住这点，提出根本检方无法充分证实案发时诺拉在家，所以诺拉案在2014年被重审。2015年1月，诺拉和检方达成阿尔福德答辩，诺拉被批准提前出狱。为什么被判定为凶手的诺拉可以出狱呢？这是因为警方的关键证据安德鲁的证词真实性有待商榷。
但其他间接证据都认为诺拉是凶手。从2005年到2016年，诺拉已经吃过几年牢饭了，所以检方和诺拉各退一步，最终结果就是诺拉提前出狱。这就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菜，菜贩子生菜价格是4元1斤，但你发现生菜刚从水里捞上来，明显就是商家用水压秤。老板最终也承认自己这个小伎俩，最终你以3元1斤买下生菜。出狱后的诺拉已经28岁，诺拉不但失去宝贵青春，更失去深爱自己的母亲。出狱后，诺拉毫不忌讳谈及此案，和母亲其他亲人争夺遗产，向田纳西州施压找出真正的凶手。但至于凶手是谁，至今警方也没能确定。公开的理论有以下几种：其一，凶手就是诺拉；其二，凶手是詹妮弗的时任男友马克；其三，凶手是当年杀死诺拉父亲的那个人；其四，凶手是诺拉朋友安德鲁。案件中有些细节让我觉得很奇怪。ABC 新闻透露，医护人员当时发现詹妮弗手上有几根头发，颜色和诺拉头发不相同，可法医并未对头发进行鉴定。我不知道法医鉴定犯罪现场的具体标准，但作为外人，我觉得很有必要鉴定。即使头发颜色不同于诺拉，但对于一个女孩子，染发是非常正常的事，而染发数月后头发颜色会改变，所以放弃鉴定头发是不明智的决定。或许头发的主人就是凶手。按照谁受益最大，谁最可能是凶手的角度出发，诺拉的确是第一嫌疑人。但大家也要知道，当时詹妮弗告诉诺拉保险事宜时，詹妮弗弟弟艾瑞克也在现场。我不知道艾瑞克和詹妮弗的关系如何，但艾瑞克肯定知道詹妮弗还掌管着去世前夫的遗产，数百万美元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假如杀害姐姐嫁祸给诺拉，那他就能获得部分财产。至于第三个嫌疑人，当年杀害诺拉父亲的那个神秘人物，如果真是此人作案，那他为何要时隔1年才动手？或者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允许他等待1年？如果脑洞再大胆一点，诺拉父亲是否早就预料到自己将遭遇不测，委托他人将这份东西在1年后转交给詹妮弗，恰好被神秘人获悉？至于第4种猜测，我觉得倒不如说是诺拉和安德鲁一起作案。诺拉曾在派对上坦言母亲是个婊子，应该下地狱。听到此话的安德鲁怂恿诺拉杀害母亲。根据计划，第一步是安德鲁伪造诺拉当晚在家的证词，第二步是一段时间后安德鲁改变口供，让法庭推翻原判。可这风险非常大，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划不太可能出自18岁孩子。如果脑洞再大开点，会不会是詹妮弗的亲人无意中知道诺拉的计划，威胁安德鲁放弃原计划？也许是为惩罚诺拉的冷血，又也许是觊觎詹妮弗的遗产，事成后再给安德鲁一点钱。这样安德鲁不但可避免假口供的麻烦，还可向原计划获得好处。但后来安德鲁得到的好处低于预期，就写信给警方。我会这样想，是因为诺拉出狱后一直和詹妮弗亲人争夺遗产。当然，这些纯属我个人瞎猜。至于事实究竟如何，得结合事实合理思考。还有人称詹妮弗的死属于随机犯罪，我觉得概率很低，因为当地周围没有类似的袭击事件。而且随机作案的人怎么确保詹妮弗独自在家呢？至于诺拉是不是凶手，我也无法确定，但所有证据的嫌疑都指向他，很难不让人怀疑凶手就是他。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个比较简单的阳台悬案，看完后相信你对爱情和面包会有更深的认识。当然，如果你对案件有独特的见解，也可以和我们分享，说不定这桩悬案就被你破了。故事的主人公叫做丽贝卡·扎豪，此前和家人从缅甸移民到美国纽约，但到美国后没多久，丽贝卡就和丈夫尼尔离婚，此后认识了当地一个药企 CEO 乔纳·沙克奈，两人走入婚姻殿堂。那一年，丽贝卡32岁。32岁，对女人来说是最应该幸福，但也最容易焦虑的年龄段。丽贝卡亦是如此。尽管沙克奈结过2次婚，并且有2个10多岁的孩子，以及与第2任妻子所生的6岁男孩麦克斯·沙克奈，尽管2个10多岁的女儿非常仇视自己，但丽贝卡还是选择嫁给乔纳，甚至还辞掉了自己在诊所的工作。面包和爱情，丽贝卡选择了价值26亿美元的面包。然而，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总伴随破灭的魔咒，丽贝卡亦是如此。2011年，丽贝卡和丈夫乔纳以及麦克斯一起前往加州海滨的豪宅避暑。
丽贝卡的妹妹齐娜也来到加州，计划寄宿姐姐家2个星期。7月11日早上，乔娜把2个较大的孩子送上飞机，让他们和生母见面，接着把麦克斯接到豪宅后就去健身房锻炼。所以当天豪宅内只剩下丽贝卡、乔娜和麦克斯3人。然而，就在丽贝卡使用卫生间时，1楼传来一声巨响，她冲到1楼，发现6岁的麦克斯坠落身亡。丽贝卡表示，当时自己正在卫生间里，听到声响跑出来后，就发现麦克斯躺在1楼地毯上，旁边是麦克斯的滑板车以及掉落的水晶吊灯。错愕数秒后，丽贝卡对麦克斯进行急救，并让妹妹拨打911寻求帮助。到了10点12，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可麦克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医护人员反映，当时丽贝卡一直喃喃自语说道：“完了完了，这可怎么跟麦克斯妈妈交代？”10点24时，在健身房接到丽贝卡电话的乔娜匆匆赶回豪宅，并陪同医护人员到达医院进行抢救。到了这里，就是麦克斯坠楼事件的基本过程。可就在所有人目光集中在这个6岁的可爱孩子时，几天之后，豪宅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继续以麦克斯坠落往下说。在麦克斯被送往医院后，丽贝卡将临时做客的妹妹送回密苏里，顺便从机场接乔娜的弟弟亚当·沙克奈接到豪宅中。案发时，42岁的亚当是一位拖船船长，有固定女友。得知自己侄子遭遇不幸后，就立马从田纳西州飞了过来。晚上，乔娜、丽贝卡和亚当3人吃了便饭，但饭桌上3人心情都很低落。8点30，乔娜赶回医院，打算第2天清晨替换麦克斯生母迪娜。另外一边，丽贝卡和亚当则回到豪宅休息。当时亚当居住在豪宅内接待客人的房间，而丽贝卡则在另外一栋楼休息，2栋楼都朝向同一个后花园。在麦克斯坠落2天后的7月13日的清晨6点半，起床后的亚当正准备前往主楼喝咖啡时，他突然看到对面惊悚一幕：全身赤裸的丽贝卡被吊在2楼卧室的阳台外，脚踝和双手都被红色绳子绑住，一件蓝色长袖上衣缠绕在脖子上。亚当有点不知所措，短暂迟疑后，亚当拨打911报警电话，并且还通知哥哥乔纳。病房中的乔娜和身旁的迪娜怎么也不敢相信，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亚当跑到厨房用菜刀切断红绳后，尝试对丽贝卡进行抢救，然而丽贝卡丝毫没有反应。3天之内，豪宅发生2起命案，在当地引发了很大轰动，其中包含很多谜团。其一，根据2个法医的检测，麦克斯是右脸着地，头部撞地后仰，并且颈部和脊柱被冲击，以至于瞬间失去说话能力。但根据丽贝卡的口供，她当时从2楼跑到1楼后，麦克斯在她怀中说了家里小狗的名字，然后才陷入昏迷。这就矛盾了。丽贝卡从2楼跑下来，将麦克斯抱在怀里，这最短的时间也要10几秒，加上人的几秒反应时间，丽贝卡为何还有机会听到麦克斯说话？其二，麦克斯亲生母亲迪娜在雇佣调查公司后发现，在厚实柔软的地毯上前进的滑板车速度不可能快到让麦克斯被甩出去。同时，2楼栏杆高度82厘米，麦克斯身高115厘米，麦克斯身体重心明显没有超出栏杆，除非有外部力量把麦克斯推下楼梯。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滑板车属于 L 型构造设计，重心非常低，而且车把手是横向设计，他怎么会和麦克斯一起掉到1楼？其三，麦克斯坠楼过程有90%的概率会与吊灯相碰。换句话说，根据麦克斯头部先着地的姿势，他手上应该有扯吊灯的伤口，然而法医发现并没有。最后一点，迪娜姐姐妮娜回忆自己发现丽贝卡当天反应非常奇怪。妮娜表示，当天丽贝卡去机场接自己时，2人一见面，丽贝卡就给了她一个拥抱，说自己非常高兴能够过来帮忙。返回路上，妮娜询问丽贝卡麦克斯是从哪里摔下，丽贝卡说麦克斯是从房间摔下来。可妮娜马上反问，你当时不是在卫生间里吗？你怎么知道麦克斯是从自己房间摔下？但丽贝卡没有再回答，而是把手机递给他，请他帮忙看导航。看到宝贝儿子昏迷不醒的迪娜，当天就怀疑自己儿子的死和丽贝卡有关。有没可能是丽贝卡13岁的妹妹和麦克斯2人玩耍发生意外事故？
丽贝卡发现后，将滑板车从2楼丢了下去，伪造成麦克斯意外坠楼的假象，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至于事实如何，还得结合案发现场判断。那好，说完麦克斯死亡的谜团，我们现在来说说丽贝卡的死亡谜团。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月13日。当天，丽贝卡从机场接了乔纳弟弟亚当后，就一直待在家中。整个豪宅只有丽贝卡和亚当2人。晚上8点06，丽贝卡与姐姐玛丽互相通话，时间长达27分钟。姐姐玛丽表示，电话中丽贝卡没有任何想要轻生的迹象，还提到在感恩节希望能够回去看望父母。8点33，丽贝卡与玛丽通话3分钟，接着丽贝卡给乔纳发送2条短信。9点25，丽贝卡致电姐姐，两人又互发信息，直到9点53。警方的证据资料中，丽贝卡给玛丽的最后一条短信是：“我不得不为乔纳而坚强。”10点41，迪娜的姐姐妮娜发信息给丽贝卡，想询问白天具体情况，但丽贝卡没有回应，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另外一边的医院，医生找到病房中的乔纳和迪娜，告知他们麦克斯情况不容乐观，并指出麦克斯没有心脏病，脑部状况根据临床经验看有点像溺水，在坠楼前就可能已经窒息。想到自己很可能与麦克斯阴阳两隔时，乔纳在半夜12点30致电丽贝卡，但无人接听。于是乔纳发送语音留言。10点50，这条留言信息被接听，但随后被删除，没人知道留言具体内容。乔纳表示，留言内容告知丽贝卡关于麦克斯的状况。凌晨1点，乔纳在医院附近酒店住下，次日回到医院继续照顾利克斯。事后有目击证人称，有个女子在丽贝卡所住豪宅门廊前徘徊，有人猜测是迪娜姐姐。隔了豪宅2个门牌号的邻居表示，半夜11点半听到豪宅方向传来女子尖叫声和求救声，还有人表示当晚豪宅方向传来巨大音乐声，但这些目击证词可信度不高，未被证实。发现丽贝卡遇害吗？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涉案人物。坠楼身亡的麦克斯，乔纳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2个子女，寄宿豪宅的丽贝卡妹妹，丽贝卡和丈夫乔纳，乔纳第2任妻子迪娜，乔纳弟弟亚当，迪娜妹妹妮娜。对于麦克斯的死亡到底是意外还是谋杀，前文我们已经有初步分析。我个人觉得麦克斯的死亡大概率是意外，这个意外很可能与丽贝卡13岁的妹妹有关。首先，麦克斯身体重心的确低于楼梯栏杆，但大家如果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麦克斯不一定是从2楼水平的栏杆处坠落，也可能是从方向朝下的楼梯栏杆处坠落，这就能解释重心的问题。同时，如果踩着滑板车的麦克斯到达楼梯栏杆处时有个很大的初速度，那完全头朝下飞出栏杆外，而这个初速度很可能是丽贝卡妹妹和麦克斯相互追逐造成的。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滑板车就不可能会飞出去，而是应该沿着下楼梯的方向滑下。所以我觉得是事后有人把滑板车从楼梯丢到1楼，这个人可能是丽贝卡妹妹齐娜。至于麦克斯则不太可能。试想有几个小孩会如此对待自己心爱的玩具？从其他人角度分析麦克斯的死亡，丽贝卡不可能杀害麦克斯，因为根据乔纳口供，丽贝卡和麦克斯2人相处非常融洽。作为后妈，在自己暂时没有亲生孩子的情况下，麦克斯是丽贝卡融入家庭的重要筹码。至于陌生人作案，这个选项可能性就更低了，所以法庭内外都偏向于麦克斯属于意外身亡。但是丽贝卡的死就非常诡异了，争议非常大。我们先介绍丽贝卡的死亡细节。当天亚当发现丽贝卡时，丽贝卡全身赤裸，脖子被红绳捆住，悬挂在自己卧室阳台外，红绳的另一端被绑在丽贝卡卧室的床角处，卧室门上用黑色颜料写着他救了他，你们能救他吗？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丽贝卡卧室内发现一本与巫术有关的书籍，叫做《巴克兰巫术全集》，书上含有全身赤裸、双眼被蒙住的女性如何在身后绑住自己双手的内容，和丽贝卡的死亡方式非常相像，但在绳子捆绑方式稍有出入。也许大家会说，巫术的东西一般都是假的，所以丽贝卡不可能自己捆绑自己，但网络上有个公开视频证实自我捆绑可以实现。
除此之外，法医发现丽贝卡是窒息死亡，头部上的伤口大概率是在翻下阳台后撞击阳台底部造成，就有点像农村家里那种钟摆。警方还发现红绳等关键证物上只有丽贝卡自己的 DNA， 房间里没有发现亚当的 DNA， 所以这说明丽贝卡的死亡是自杀吗？但警方这一推断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丽贝卡家人表示，他们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以如此方式自杀是耻辱。姐姐玛丽表示，自己当晚和丽贝卡通话时，丽贝卡完全没有轻生的念头，还称丽贝卡是一个乐观的人，她一直为自己目标付出各种努力，例如学会数种语言，经常锻炼，保持健康等等。当晚豪宅只有亚当和丽贝卡2人，所以丽贝卡很可能是被亚当杀害的。而且现场还有一把小刀的牛排刀，牛排刀上沾有精血，这明显是亚当逼迫丽贝卡过程中造成的。亚当的动机痴迷于丽贝卡的美貌，为此丽贝卡房间内没有发现亚当任何证据。其二，案发现场2把刀没有亚当指纹。其三，那本巫术书籍不可能是亚当故意放到丽贝卡房间迷惑警方。退一步讲，如果亚当真有此意，那书籍应该被放在显眼的地方。其四，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选择在如此敏感时刻强奸杀人，而且对象还是自己嫂子？其五，红绳不是外人带进来，原本放在车库里面，而且只有丽贝卡指纹。综上所述，亚当不可能杀害丽贝卡。但也有人指出，那本巫术书籍也许真的不是丽贝卡本人拥有，因为案发豪宅是乔娜和迪娜没离婚前买的，迪娜也曾在豪宅居住，3年时间里还有保姆也住过，所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书籍是迪娜的？受书本的启发，派人杀害丽贝卡后伪造现场。要知道，迪娜曾在豪宅居住，对豪宅里里外外十分熟悉，或许有能力在不惊动亚当情况下作案。但当晚迪娜有医院的不在场证明，那有没有可能是迪娜委派姐姐再指派外人杀害丽贝卡呢？而且丽贝卡卧室门那句话，他救了她，你们能救她吗？这句话明显就是外人口吻，前半句意思是丽贝卡救了麦克斯，后半句是你们能救丽贝卡吗？但个人觉得迪娜的确很痛恨丽贝卡，但远没有达到要让丽贝卡一命抵一命的程度。而当晚麦克斯只是处于昏迷状态，直到丽贝卡死亡后2天才去世。2018年，迪娜本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杀害麦克斯的很可能是闯入豪宅的外人。迪娜在麦克斯死后还一直重金聘请专家调查麦克斯死亡真相，警方也没有发现迪娜指派杀手的痕迹，所以迪娜嫌疑被警方排除。所以如此看来，丽贝卡的死亡是属于自杀吗？证据层面是支持这个推测，那情理层面又如何呢？我个人偏向于自杀论。首先，根据调查，丽贝卡家中没有任何保姆和司机。试想一下，一个身价27亿美元的 CEO 家里居然没有保姆和司机，所有家务事都由妻子丽贝卡一人承担。从之前丽贝卡开车负责接送其他人这点就可以验证，是丽贝卡过于勤俭吗？完全没有省这点钱的必要。唯一的解释就是丽贝卡想通过自己的付出让乔娜正视自己的存在。再者，亚当报警前一晚，乔娜曾深夜给丽贝卡发送信息，刚好是医生宣布麦克斯苏醒几率很低的消息后，所以乔娜很可能在这则消息中质询丽贝卡，这让丽贝卡非常伤心自责，或者说麦克斯的意外身亡，丽贝卡本身就存在相关责任。万分自责下，丽贝卡选择自杀。最终美国当局裁定麦克斯的死亡属于意外，但具体原因无法得知。丽贝卡的死亡属于自杀，亚当的保险公司替他向丽贝卡家人支付60万美元的赔偿。对于乔娜，在低价出售事发豪宅后，还以27亿美元的价格卖掉公司，之后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搬到其他地方生活。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偏向于丽贝卡自杀论。丽贝卡本人日记就显示她精神压力非常大，自己抛弃8年的爱情，选择26亿美元的面包，而且在家庭背景非常普通的情况下辞去自己工作，选择照顾乔娜一家人，最终因为压力过大走向灭亡。所以到底是选择爱情还是面包，这是个永远充满争议的话题。但后来有人发现案件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谜团。首先是丽贝卡胸口的颜料，
丽贝卡卧室门那2句话是用黑色颜料所写，但装颜料瓶子的瓶身并没有发现丽贝卡的指纹，但盖子被测出有丽贝卡的指纹。丽贝卡身体一个乳头和乳晕也发现了又干了的黑颜料。假如丽贝卡真的是自杀后伪造他杀，那为何瓶身没有丽贝卡的指纹，而瓶口盖子却有？这点逻辑有点绕，但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再者，警方在丽贝卡电脑最后24个小时的浏览历史中发现，存在大量搜索和浏览黄色影片的记录，关键词包括性感、亚洲女孩、捆绑动画以及强奸等等。其中一个影片就是有个女孩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浏览影片的人会是哪个闯入豪宅的外人吗？还是说丽贝卡本人？我们不得而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个情节简单但疑点重重的案件——巴拿马少女失踪悬案。看完，如果你对案件中奇怪的照片有大胆的想法，可以在评论下方分享，说不定你这桩悬案一不小心就被你破了。故事发生在著名旅游胜地巴拿马热带雨林。2014年，2个荷兰籍女生克里斯·克莱莫斯和丽萨尼·弗伦不远万里来到巴拿马，两人都是20岁左右，对未来正怀着无限憧憬。到达巴拿马之前，两人攒了半年的工资。按照计划，两人将一边游览巴拿马风光，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在当地支教半个月。至于住宿方面，为了省钱，他们选择了当地一个寄宿家庭。4月1日愚人节当天，两人在攀登一处山岗并登顶后，并没有按照当地游客常走的路线返回，而是离奇选择了另外一条荒僻小路。当晚，寄宿家庭主人发现陪同2个女孩外出的宠物狗哈士奇布鲁已经回到家中，但女孩却没有。女主人也没太放在心上，毕竟初来乍到的女孩对周围都很好奇，也许是出去游览或者聚会。另外一边，按照约定，丽萨尼必须每天发送信息给父母报平安，但当天丽萨尼父母一直没有收到信息。4月2日，与2个女孩约好的当地导游菲利西亚·诺萨雷斯发现她们迟迟未出现，便来到女孩住所询问。打开女孩房间，女主人才知道2个女孩昨晚一夜未归。按照正常的习惯，初到陌生之地，一般人不会在外逗留太长时间，甚至在外过夜。导游和女主人纠结半小时后，选择了报警。4月6日，闻讯赶来的女孩父母和当地警方一起进山搜索。此时距离女孩失联已经过去5天的时间，双方父母公开悬赏3万美元酬劳，悬赏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可经过10天的连续搜索，警方依然没有发现女孩行踪。女孩到底去哪里了呢？就在10个星期之后的6月17日，当地一位女居民在库莱布拉河岸的稻田发现了一个背包。背包发现的地方与女孩最后出现的地方大约有8小时的步行距离，而且那里是一个非常偏僻、山路崎岖的村庄。警方打开背包，里面的物品有克里斯和丽萨尼的2件内衣、2副太阳镜、2部手机、丽萨尼的护照、克里斯的医保卡、1个照相机、1瓶水和83美元现金。包内所有的东西都没被水泡过。值得一提的是，发现背包的女人是导游的妻子。导游妻子发现背包后，先交给丈夫，然后才交给警察。妻子坚定地表示，自己前天经过那个地方时，那里还没有背包出现。最后背包到达荷兰警方手里时，上面已经有30多个指纹。当然，这并不算什么。真正让警方苦恼的是接下来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第一个谜团是2个女孩的手机记录，克里斯使用的是苹果手机，丽萨尼则是3星手机。2人在4月1日，也就是当天登顶后的下午4点39，开始拨打911等求助电话，但很可惜，由于没有信号，电话一直未能成功拨出。这是官方统计的2人的电话记录。在4月5日后，丽萨尼的手机再也没有使用，大概率是因为电量耗尽无法使用。同时警方还发现，有人数次试图打开克里斯的苹果手机，但因为解锁的 PIN 码错误而失败。最终克里斯的手机在4月11日电量耗尽，彻底关机。
第二个谜团就是女孩的相机拍的奇怪照片。相机没有 GPS 定位装置，里面总共有133张照片。登山后，前面几张照片似乎比较正常，女孩表现得非常开心，天气也非常晴朗。可是有网友指出，前面几张照片还是有个小疑点。其一，按照女孩子的性格，旅行途中大概率会给宠物拍照。当时寄宿主人家的哈士奇布鲁是和女孩们一起登山，但所有已知照片中都没有哈士奇布鲁的踪影。其二，部分照片存在明显的 PS 痕迹，可当时两人根本没有背着笔记本上山，根本不可能在山上 P 图。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剩余的照片。事后警方发现相机里的照片 MIG509 被彻底删除，是借助电脑将其删除。有个常识要告诉大家，用电脑删除后是没办法恢复相机照片的，但用相机删除就可以。还是那句话，在山上的女孩哪来的电脑永久删除这张照片？除非事后存在第三个人删除了照片。由于警方没有公布女孩相机全部原版照片，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猜测，被删除的这张照片 IMG509， 如果刚好是女孩前面几张正常照片和后面半夜照片的交界处，那就说明照片509很可能是女孩和这个第三人的合影。然后在当天半夜1点到凌晨4点期间，相机居然拍了90张照片，但是只有3张照片是清晰的，其他照片因为森林夜晚缺乏光线，所以无法准确分析拍摄内容，并且内容毫无逻辑，所以照片的疑点可以说是本案中最大的疑点。随后，巴拿马当地警方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调查态度和力度比之前大有提高。在6月19日，有人在距离背包发现地3公里的河岸发现一条折叠整齐的牛仔短裤，被确认其为克里斯失踪当天所穿的短裤。但也有村民指出，短裤是在河里找到的，没有叠放整齐。短裤被发现时究竟是何种状态，已经无法确认。同时，在不远处的树底下，人们还发现一只旅游鞋，鞋里面是一只断掉的并且多处骨折的脚骨。法医证实，该腿骨属于尸体腐烂自然脱落。在鞋子附近还分布着一些腿骨和一块骨盆骨。DNA 鉴定结果显示，骨盆骨属于克里斯，断掉的腿骨和腿骨碎片属于利萨尼。然而，令法医感到奇怪的是，利萨尼的骨头上还有少量的皮肤组织，可克里斯的骨盆骨存在被漂白后的迹象。出现这样的分解速度差别，也许是因为照射在两人骨头上的光线不同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当地死火山土壤成分的原因。找到两人尸骨后，巴拿马当局坚持两人是迷路后坠落身亡，尽管其中疑点重重，对案件资料也是有所保留。那两个女孩的死亡到底是意外还是谋杀？这一点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和疑点。哲学家曾经说过，当一堆问题扑面而来时，解决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问题放在大环境中逐一击破。首先，我们理清案件主要利益方，旅游业占据经济支柱地位的巴拿马当局，女孩的寄宿家庭，与女孩相约4月2日见面的导游，发现女孩背包的导游妻子等。先来说，女孩的死亡是属于意外的这种假设。支持这种假设的关键有以下几个。其一，相机照片中的女孩没有明显烦躁情绪。白天照片显示，女孩总体路径是沿着河流下山，迷路的她们大概率是想顺着河流到达山脚。其二，既然女孩能够接连几天试图拨打求助电话，那就说明女孩被人绑架的可能性极低。反过来说，如果女孩被人绑架，那两人手机大概率会被没收，甚至没机会拨打电话。其三，其中一个女孩手机多次解锁失败，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女孩意外受伤去世，另外一个女孩为走出雨林，使用伙伴手机试图联系外界，但不知道女孩手机解锁密码。其次，有张照片显示，女孩试图使用卫生巾和镜子摆出类似于 SOS 的求救信号。其五，相机最后90张照片，也许女孩是利用相机闪光灯判断方向。最后一点，女孩背包中的现金和相机都没有被偷。综上所述，
两个女孩的死亡应该是迷路后在山里意外受伤，最后去世。而第二种假设是谋杀论，支持谋杀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4月1日，两个女孩已经成功登顶，为何她们不按官方指定的路线返回，而是另一条荒僻小路？如果在返回途中遇到可以为她们指路的人，女孩返回路线选择缘由就解释得通。其二，多次解锁手机失败的人可能是杀害女孩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查看女孩手机是否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其三，凌晨1点到4点拍摄的90张随意照片，拍摄方向大多都是对着天空拍。反过来说，如果女孩真的是用闪光灯指路，那应该拍向下拍。其次，背包为何会无故出现在河岸旁边？如果女孩真的受伤，那为何两人尸骨距离背包相距8小时的步行距离？发现背包的时间是案发10个星期之后，凶手完全有条件用背包迷惑警方，甚至有可能是故意让涉事导游的妻子发现，从而让疑点转向导游。其五，两个在热带雨林迷路的女孩如何保证10个星期内自己背包居然没被淋湿过？要知道，相机中那90张夜晚照片显示当晚曾经下雨，而且雨林天气变幻无常。无论是谋杀还是意外，两种观点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目前还没有公认的说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偏向于谋杀论，而且菲利西亚导游是第一嫌疑人，帮助女孩联系义工的相关负责人是第二嫌疑人。下面内容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果大家觉得有意见，也可以告诉我。其一是女孩登山的时间，根据原本约定，女孩和导游约定是在4月2日登山远足，但是女孩在4月1日就出发了，其中很可能是由某个人或某件事驱动女孩。这个假设符合女孩当天短裤短袖的穿着。试想，山上蚊子等昆虫众多，照片显示当天天气阳光充足，如果按照正常准备，女孩起码应该穿长裤等避光避虫等衣物。其二就是女孩的内衣，为什么女孩要把内衣脱下呢？从登山到下山，有人统计过，按照正常路径计算，往返时间在5个小时左右，而克里斯和丽萨尼两人体质偏向运动型，所以5个小时对于他们应该是绰绰有余。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中途把内衣脱下放入包中？有人可能会利用照片中当天炎热的天气反驳我，但我也要用照片反驳你。丽萨尼穿的还是背心，这就更没有必要脱了。其三，同样是从照片入手，有一张拍摄克里斯照片，我觉得非常有问题。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明显是两个女孩进入荒僻小路的时间段，因为树叶的原因，克里斯不得不弯腰前进。按照人的生理构造，人弯腰躲避头上障碍物的时候，双手会下意识放到前面，或者一只手举起降低来自障碍物的威胁，另一只手放到前面。然而照片中的克里斯两只手是完全放在后面，并且两个手腕都位于同一个位置。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女孩双手被捆绑了，但后面的照片 IMG 507显示，克里斯踩着石头下山时，他的双手并没有被捆绑。难道说克里斯两人当时真的是迷路了吗？还是这个凶手是那种高智商型罪犯？我也不知道答案。其次就是上文提到的照片 IMG 509为何会被人用电脑删除？要知道，当时两个女孩完全没有条件做这件事。被删除照片再结合2个点推理，第一个背包是被菲利西亚导游妻子发现，有没可能是导游删除相机照片后，让妻子放在特定地方，然后谎报？结合前文提到的2个迷路女孩如何让书包从头到尾都不被淋湿，对于出门在外的女孩能够改变她们原来登山计划的驱动因素，大概率是她们较为熟悉的业务。菲利西亚导游恰好符合这一点，而且这位导游只接待女游客，此前还有传闻他骚扰女游客，但这一点未被证实。其五，曾经搭载克里斯和丽萨尼的出租车司机1年后淹死在河里，至于是死于意外还是谋杀，官方没有公开资料。当然不能排除当地毒品泛滥和帮派战争频繁的原因，
第六，如果女孩是因为迷路受伤死亡，那根本就无法解释照片 IMG509 被电脑彻底删除的事实，同时也无法解释女孩尸体被发现的位置。其七，普通人拨打求助电话，如果第一个电话打不通，那大概率会重拨。可克里斯和丽萨尼两个人都没有。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如果克里斯和丽萨尼是被谋杀，那为何两人手机还能在数天内数次拨打求助电话？我的解释是，这更能说明凶手熟悉雨林的环境，他非常清楚知道在荒僻小路这一带手机没有信号。菲利西亚常年在雨林里为游客导游，他肯定知道这一点。进一步探究，又有个问题，相机里晚上的那些照片是谁拍的？也许是凶手杀害两个女孩后，自己利用相机闪光灯寻找出路，同时在那天晚上用电脑删除照片 IMG509。当然，以上这些内容只是从逻辑和情理角度出发。那现在我们不要把这些照片分散来看，我们把这些照片当做一个整体。这是90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照片拍摄的时间非常密集，几乎是每隔几十秒就按次快门。但到照片 IMG595 开始就开始变慢，不难看出，夜晚的照片大多数是向天空拍摄。如果是利用相机闪光灯指路，那应该是向下拍。有人可能会问，女孩是否在利用闪光灯向直升机求救？但官方并没有给出当晚有直升机飞越该地的记录。同时，有个明显的事实支持女孩大概率不是迷路。这些晚上的照片拍摄时间是4月8日，女孩是在4月1日登山。如果他们真的是迷路，为何他们要隔1个星期后才用相机闪光灯指路？而且在这1个星期内，相机没有任何新拍摄的照片或者视频。另外，有一张照片内容是金色头发，但人脸被头发完全遮挡，拍摄时间是4月8日晚。这就奇怪了，如果一个人在热带雨林迷路数天，他哪里来的条件把长发洗得这么干净？那好，接下来我就来说下本案中最恐怖的巧合。这7张照片是从相机90张照片选出来的，仔细观察，发现它们都包含形状、朝向、大小都极为相似的植物分叉叶片，其中有2张照片还有2个高度相似的树枝，所以这几张照片拍摄地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利用电脑软件把其中5张放在一起，然后淡化图片边框的干扰，这看起来像不像一张完整的照片？但这张完整照片中，天空部分似乎缺了1张，个人猜测应该是被凶手删除。按照同样的思路，另外几张照片似乎也能被拼接成1张照片，但似乎有2种拼接方式，一种是围绕中心拼接，一种是水平拼接。所以大胆推测，这会不会是凶手在4月8日当晚前往山里，在山里某个地方连拍3个小时，事后用电脑随意修改照片，彻底扰乱警方调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被电脑删除的照片 IMG509 谜团就可以解释，甚至这些毫无逻辑的夜晚照片都可被解释。其实我以上内容只是这期案件中的冰山一角，案件还有许多有趣的内容，例如是否可以通过2人白天影子中影子的角度分析，那90张毫无逻辑的照片的拍摄地是否是一个断崖小瀑布，恰好当地有3个极为相似的小瀑布。另外，克里斯和丽萨尼的遭遇此前也有人经历过，并且高度相似，但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但事件发生后，巴拿马当局一直坚持克里斯和丽萨尼的死属于迷路后受伤死亡，但显而易见，巴拿马是想维护自己名声，保住占据核心地位的旅游业。例如，巴拿马当局拒绝公开2人的完整尸检报告，拒绝荷兰警方利用女孩手机和相机指纹信息进行调查。犯罪学鉴定专家指出，如果巴拿马当局全力配合荷兰警方，这起案件或许就不会是悬案了。例如，通过鉴定女孩背包瓶子里的水的特征，追溯女孩行踪信息，或者判断是否有人故意用背包误导调查方向。大家认为克里斯和丽萨尼的死到底是谋杀还是意外呢？